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彩味。今天用苦瓜搭配它来教你一道养生吃法。我们都知道，当摄入嘌呤类物质过高或嘌呤代谢不良时，血液里的嘌呤代谢产物尿酸水平就会升高。当过饱和时呢，就会形成尿酸盐结晶，沉积在关节，形成痛风性关节炎。所以想要预防痛风的发作，饮食呢是相当关键的。一方面要控制嘌呤高食物的摄入，再一方面要排出高尿酸。今天用苦瓜给大家分享的这道美食，可以帮助我们排除尿酸，让你远离痛风发作。一起跟着视频看看具体的操作方法吧。准备好的苦瓜，我们将其清洗干净后放到菜板上，切掉头和尾，然后我们将苦瓜对半切开，跟着我们用勺子把瓜瓤给去掉。刮到底部时，我们会看到底部有白瓤，如果是比较怕苦的朋友，最里层的白瓤呢要刮干净一些哦。这一层呢是苦瓜整体中最苦的地方了。好了，清理干净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来将苦瓜切成薄片。苦瓜是一种不含嘌呤的碱性食物，所以吃苦瓜并不会导致患者血尿浓度升高。其次，苦瓜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，同时还能够起到促进尿酸排泄的作用，因此患有痛风的患者呢是可以禁食苦瓜的。此外，苦瓜中呢含有类似胰岛素的物质，食用之后呢可使血糖明显降低，因此也特别适合糖尿病人食用。苦瓜中的苦瓜苷和苦瓜素呢能增进食欲，健脾开胃，所含的生物碱类物质全面，有利尿、活血、消炎、退热、清心明目的功效呢。现在先将其装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再准备1块钱的冬瓜，我们先将冬瓜清洗一下，用食盐把冬瓜的外皮搓洗一下，加入食用盐搓洗，是利用食用盐的颗粒性和消毒杀菌的作用，将冬瓜表皮搓洗干净。因为冬瓜皮我们是要完整的保留下来的，它的营养成分很丰富，冬瓜皮利尿消肿的功效甚至比冬瓜肉更好，因而常被中医用来治疗消暑口渴、小便不利、身体肿胀等症。接下来我们再将冬瓜清洗干净，然后呢再次控水捞出，沥干水分，来到菜板上，我们将冬瓜切成小块，然后把冬瓜皮切下来，将冬瓜皮切成小块。除了刚刚说到的冬瓜皮的作用外，冬瓜皮还富含3萜类化合物以及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在调节血脂水平、增强人体免疫力方面也有注意哦。好了，现在先将冬瓜皮放在一边备用。我们再来把冬瓜肉呢也切成小块。冬瓜作为常见的蔬菜，嘌呤类含量非常低，痛风患者吃冬瓜有利尿的作用，可以促进尿酸排泄，本身呢也不会导致体内的尿酸水平增加，并且冬瓜还有大量的膳食纤维，主要成分是水，经常吃冬瓜还有利尿消肿和减肥的作用。冬瓜非常适合合并高血脂、高血糖及肥胖等代谢综合病的患者。切好的冬瓜片放在一边备用。接下来再准备个西红柿，将其切成薄片。痛风的患者也是可以食用西红柿的。西红柿富含微量元素及维生素，可以补充人体所需的营养，而且西红柿呢也是低嘌呤食物。西红柿本身含有丰富的碱性成分，可以大大中和痛风患者体内的酸性，所以是非常适合痛风患者食用的。切好的西红柿先放在一边。接下来准备一口炖锅，其他食材呢先放在一边。先把冬瓜皮倒进去，
再加入多一些的清水，盖上盖子，然后最大火把水烧开。水开后，我们先把冬瓜皮煮上10分钟，把冬瓜皮的营养充分的稀释出来，融入汤中。冬瓜皮可以利尿消肿，它是一种药性比较平和的食材，能够达到消肿利水的作用，所以对于尿酸过高的朋友，可以帮助排出尿酸。冬瓜皮是寒凉性食材，入药以后能够达到很好的清热解暑的作用。当出现小便短赤、暑热感冒问题以后，就可以用冬瓜皮进行治疗。方法就是这样简单，用水煮出冬瓜皮的营养就行，然后将冬瓜皮用漏勺捞出来不要，再饮用汤品。所以在日常生活中，痛风的朋友呢，可以用冬瓜皮煮水喝，对于排出高尿酸有非常好的帮助。接下来我们再将其他食材加进来，把它搅拌一下呢，继续煮上10分钟的时间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、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这时我们再加入1小勺食盐调味，再加入1勺芝麻油增香，把它搅拌均匀了就可以了。这道汤是非常清淡的，加入了西红柿也有着许多的好处。西红柿口感酸甜，可以刺激口腔内唾液腺分泌，还能提高食欲。西红柿中含有着丰富的维生素 C、柠檬酸、苹果酸、果酸等成分，还具有生津止渴的作用，对于热病伤、口渴等有缓解作用。西红柿中含有丰富的番茄红素，现代医学研究发现，该物质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，能清除自由基，降低男性前列腺患病几率。整体来说，这道汤特别的低脂低热量，嘌呤类含量呢是非常低的，可以帮助我们排出身体中的尿酸，有非常好的利尿效果，也可以帮助我们降脂、减肥、降三高，特别适合痛风病人以及三高朋友食用。最后友好的提醒痛风朋友，平时呢一定要注意生活饮食方式的改变，平时一定要多食用一些低嘌呤食物，多饮水，多吃水果，忌食动物内脏和海鲜等。虽然说这道汤呢不是药物那般见效快，但长期坚持，有事没事煮一锅吃一吃喝一喝，对身体绝对呢是有好处的。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不妨试试哦，说不定会带给您意外的收获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如果您看完视频觉得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。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